房贷一族拼买房，双北公设逼近 40%， 买40坪只能住24坪，你到底损失了什么？还要扣阳台哦。先说结论，双北的新建案公设比未来只会越来越高而已啦。建议你要嘛你就早点买，要么你就直接看中古的了。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闭眼买房都会赚的时代过去了吗？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双北买房快一半都是公设哦。这次我们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买房像在替公设买单，双北新案公设比再创新高，40%以上快速上升中，很夸张哦。那他的解释是说，因为现在很多能盖房子的都是小基地围绕啊都更嘛。例如说台北市在2025年推出低于200坪基地的新案，这个占了几成呢？占了4成呢。那2024年只有3成，那也因为基地很小，所以就变成说每户分摊到的公设比会变很高。到底有多高？来，你看这张表。照顾 Podcast 的听众我稍微讲一下，就是公设比的幅度整体趋势是向上的，上到爆。然后2025年的新建案台北市的平均公设比已经达到 35.7%， 北市房价最贵之地35.7%， 新北市的平均公设比也达到 34.7%， 也就是你只要是买双北的房子，有超过1/3都是公设了就是这样。然后有一些个案的公设比更是直接喷到 40%， 像是台北市盐山夜市一带的伊宁侨玉跟景美的怡富景汇，这两个建案都是公设比直上40再来你要知道公设比变高的缺点，我们也来讲一下公设比变高会带来哪些缺点。首先第一个就是实际居住面积缩小很多，例如说你买40坪的房子，然后公设比 40% 嘛，好，那换算以后你室内坪数24这个还没带车位进去还没有扣阳台雨遮那如果带进去更不得了。第二，管理费暴涨，你不要想说反正这就现在都这样咬牙付掉就好，后面还每个月管理费要缴我们就算你的管理费一坪100好了，现在新案很多都超过。如果同样是室内坪数24坪，然后公设比 30% 的房子你每个月要多缴600块管理费，一年7200有这个钱拿去订 Netflix 不香吗？拿来缴来，第三，让建商有模糊空间。有些建商会故意利用高公设比来美化销售数字，例如我们刚才讲室内24坪为例，如果它的公设是 40%， 对外怎么喊？ A 可用坪数24卖你1000万， B 40坪只要1000万。你是建商，你广告文宣你要写哪个？当然是后者啊，对不对？40坪只要1000万，听起来多厉害然后就会有新手买方就会被这样拐进来。最后你要知道为什么大家还是会买单。我们最后来讨论为什么明明大家都知道高公设的案子买起来不划算，因为那些公设很多你都用不到，但是建商不得不盖，照样要盖，法规啊他们怎么不会怕说消费者不买单？好，这又回到地段的问题。例如说我刚才提到伊宁侨玉，它公设比 40%， 这个建案在哪里？你看这张图，走路就到大桥头捷运站那就是你可以取得台北市门牌的新房子这个建案多少钱？1000万。就能买到台北市的新房子，是你会不会哎呦好像可以呢，对不对？又是台北市门牌，走路又可以到捷运站，小是小了点，但好像还可以，对不对？然后你再算一下，你如果在台北市租房子的话，一个月房租要多少钱？怎样怎样，一下子就觉得好像还真的可以买呢。我跟你说，这个就是建商厉害的地方它就是各种精算，然后给你一个很逼近你预算的临界点，然后让你觉得说上了啦就这样啦，不满意可接受，就这样了啦就上了。那当然这个预售案本身没什么问题，虽然坪数比较小，但因为它是台北市嘛，之后还是会有人愿意接手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是不会买我还是喜欢旁边的中古又大又便宜，修个短袜20年中古30年中古。好啦，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了双北新建案公设比创新高这件事，并且分享了高公设比会带来的影响。第一个，居住空间实质缩小；第二，每个月管理费明显提高；第三，变成建商用来误导买方的手段。而且建商也不怕高公设比的房子会卖不掉，因为它能精准的拿捏消费者预算临界点，就那个总价，让你觉得说好像还可以，还是会有非常多人愿意买单的。但如果是我的话，我要旁边的中古因为我能够真实的换到更大的实际居住面积，而且每坪的单价也没有新屋那么变态就那个 CP 值啊。
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2年后双北新建案公设会喷到多少？A 40%， B 50%， C 70%以上。我讲70%没有在开玩笑哦，就是几率越来越小哦，都更越来越难哦，接下来哦很可能就会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状况了。基地小会造成什么？造成它的地下室车道都不好规划。你看现在新北、台北多少新建案，它规划是什么？叫仓储车位，就让车子搭电梯下去的。我之前也拍过嘛，平面车位哦。所以以后中古屋哈，正中古屋电梯大楼3房平车会越来越响，战斗力会越来越强，真的是这样。哦，对哦，那讲八卦之前先打个岔。长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产要找谁？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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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 免费的哦。那每隔几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潜力的房子被抛出来。那跟我说好友已经加到超过7000人了，真夸张。那想自产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肖店长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那让肖店来帮助你成为天龙人。跟我说已经超过2000人加入了。赶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买了双北，你想要装潢，你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啊。装潢找谁不是找，就是怕被当盘子敲嘛。我就推荐汉一陈老板，反正问不用钱。小老鼠汉一HANYI 汉一，你想要只做一间厕所的翻新，这都可以哦。反正你先问，拍照传过去，去丈量讨论之后再说。汉一很有实力的。资讯栏里都有连结，那你看哦，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设却一个都没有停。那你不趁现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设落成以后，你去抢贵的，你才高兴是吗？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把高雄自产增值的宝藏都埋在那里了。如果你是苹果手机你记得你要用网页来加，你不要用那个内建的 App 来加，不然会被多收苹果税。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价的高雄市蛋黄区重大建设，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带你去看会增值的房子是长什么样子。现在加入就能获得帮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设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买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体力行的功课。现在就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马上加，马上开始抄作业。最后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买在重大建设旁边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个好房东，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钱。我刚看 YouTube 的后台有74%的观众朋友都在看而已，没有按订阅就这样还有55000订阅，那就麻烦你帮我按订阅，应该不久后就10万了。10万有什么好处这样我就会比较爽。对，按了吗？按了好感谢你的订阅。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故事这是一个我听来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故事的主角叫小绿他也是一个标准的中产阶级，现在住一个老公寓，是继承来的。然后他跟我讲说，每天爬楼梯有点烦，看很多朋友都已经买预售屋了，每次去他们家参观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可以搭电梯，好像生活的质感差别很大，所以他也开始看房子直接去看预售，然后跟我说他找那种社区有游泳池跟图书馆的，这样才可以跟朋友炫耀。他去看了几个建案以后，就跑来跟我抱怨，他说：“你知道现在新大楼公设有多扯吗？随便都35%起跳。他只是想要住到跟现在公寓一样大的房子，换算以后，居然要上到快40坪室内面积那你看他全幢是不是60-70再加车位差不多60-70在台北市新房子还得了？他根本就没这个钱那我就跟他说，现在建案都这样还是你要考虑买中古？他又犹豫，他又不要，他就觉得说，我现在就住中古中古的公寓。你叫我搬去中国的电梯大这个升级是有升级，但是没有那个爽感我就跟他说，那反正就这样，你可以去看看现在中古屋的设计很多是不输现在新建案，反正你看看，你又不一定要买。然后他有真的去看了几间然后还跑来高雄看有跟那个高雄美术之星的林店去看，反正就看一看要自产的才发现说其实还不错该有的都有。然后有几间中古屋的大厅看起来也是还行也算气派啦，房间又大。最后他也买了一间中古买的还不算旧，就快20年的中古屋，买在台北那公设比算起来快30，但是就是没30就20几住起来应该也是蛮爽的
他说还要在他房子里办一个 party， 等我上台北的时候要去他的房子里面喝哦。谁要啊？谁敢啊？这是看上我的哪边啊？吓死我！被男生约到男生的家里去喝。所以你看，中古屋真的没有不好，你去认真挑，一定可以挑到一个还算满意的。就这样，中古屋，反正现在新的法规越来越严格，中古屋只会越来越香而已。你光中古屋有那个你公设28%，然后28%，然后你有平面车位，基本上已经无敌状态了。对啊，所以中古的战斗力确实会越来越强。那我也知道市场中就是有大量的朋友就是想要新房子，我跟你说是这样就是年轻人都想要新房子，年轻人在最没有实力的年纪喜欢最好的东西，很常见啊，都是这样。之前不是有一个新闻，那个什么柯文哲不是被拦下来啊，反正就是有一个女生歇斯底里的说她买不起房子，她是医生，她住大安区，从小到大安区，就她现在买不起。为什么你会认为说从小到大你在大安区长大啊，我政府就要给你买得起大安区的房子？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大安区的房子已经不是凡人在买卖了呢，大安区的房子就是给功成名就的人买的，为什么他会觉得他自己要买得到大安区？这个就是落差啦，就是他认为他是医生，他配得上大安区的房子，实际上他买不起，实际上他就不能接受。这有非常多的解读，像什么在地赛也是，他从小到大在那边长大，你要他怎么接受现在每平快200的房价？他就觉得这东西没那么好，你们都是炒作，你们烂咖，你们都是怎样的啊？久了以后人就偏执，人就会讲这种为什么你会认为要给刚毕业工作还没有10年的年轻人买得了大安区、大安森林公园高楼层有景观正三房平面车位24小时管理保全双位都开窗的这种房子？这种房子就不是给一般凡人买的啊。所以买房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就是大家都是在不满意可接受，不满意可接受就要买了，都是这样。然后中古屋的战斗力按照现在左派当道、居住正义、人权什么的，我可以跟你保证，中古屋还会越来越坚挺。他没有不坚挺的理由啊。你那个车位，你那个实名制，你那个安诺都安诺一堆东西都是针对新房子的 debuff， 然后中古屋趴在那边，他也不能改，他改什么然后自然就莫名其妙水涨船高。高雄多的是中古电梯大楼。那个公设在25%、28%、23%的，那么多的是，然后平面车位后面还可以你小放一下东西，人家来检查赶快收走，生活又很方便，又24小时保全又管理 ，CP 值之王。来，你认识律师朋友吗？没有的话，你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认识的超强律师朋友介绍给你，听好哦。婚前财产分配、婚后财产分别、买卖房屋纠纷、买到漏水屋、买到凶宅、预售屋广告骗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中介隐瞒事实、担心合约有陷阱、楼上漏水不修、遗产分配不公、赠与小孩房子、担心房子被诈骗、借名登记不肯还、遇到装潢蟑螂、验屋验到想告人、室内装潢纠纷、法拍屋纠纷、车祸赔偿纠纷、家人遇到诈骗、土地被霸占、遗嘱相关问题。对付2邻居，对付2房东，对付2租客。刚念的有中一个你就加了马上就问。赖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对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会越难处理。祝你顺利。